今天来讲你每天都要做的事儿，喝水。水是生命之源，海洋面积占到了地球总面积的 70% 左右。从海洋动物到陆地动物再到我们人类，生物的含水量都接近这个比例。而且我们年纪越小，人体的含水量就越多，新生儿的含水量大概能到 80%到 90%， 到老年呢会下降到约 50%。 不夸张的讲，我们每个人都是水做的。你知道怎么喝水吗？问你几个问题测一测。什么时候应该喝水？等到口干舌燥了再喝？还有其他信号吗？一天喝8杯水，有没有科学依据？一忙起来就忘了喝水，一天只喝1-2杯，问题有多大？要是喝多了，要不要紧？这么问起来，你可能就会发现自己对喝水这件事认知并不明确。我们就用2讲的篇幅，把喝水这件事说个明白。这一讲先解决喝多少的问题。你喝水喝够了吗？在没有什么活动量、温度不高的情况下，我们人体一天消耗水量最少也在 2.5 升。但一项覆盖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调查显示一天平均摄入水量在 1.8 升以下的人占到了 19% 到 71% 的人数。这 1.8 升指的是你所有食物、饮料、汤、粥以及喝水的总和。也就是说，相当多的人每天的喝水量比最低需求还少了700毫升以上。在我们身边，喝不够水是一件普遍存在的事儿。渴了就要喝水，这是人类的本能，怎么会有缺水的风险呢？但我想告诉你，你感觉的口渴可能并不是那么准确。一般情况下，在你感到口渴的时候，身体的缺水量已经达到你体重的 2%。 也就是说，如果你60公斤，等到你口渴了，你的脱水已经达到了1200毫升以上。这个水量是什么概念？它意味着你已经失去了血液里 10% 的水。因为我们身体里有很多的水在细胞里，来不及转运出来，最先丢失的只能是血液里的水。失去 10%， 你肯定感觉不对了，但失去血液里 10% 的水，我们却经常不当回事儿。为什么口渴的感觉会有延迟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在丢失水分的时候最先启动的是一种神经内分泌激素，叫血管加压素。它的作用是调节尿量，通过少排尿来保住水分。这很好理解，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不能随时随地的让你去找水喝，而是先通过自我调节来解决内部矛盾。所以当你丢了 5% 血容量的水的时候你是完全无感的。能感受到口渴还好，如果你在大量运动、大量出汗，很有可能根本不会口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口渴的前提是血液浓缩了，但你出的汗里边有大量的盐，当水和盐同时丢失，血液的浓度是不变的，甚至还是被稀释掉了。这样一来，口渴这个大脑中枢就不能被激活。有2项大型的马拉松赛事研究都发现，让一组选手随意喝水，渴了就喝，另一组按计划补水，不渴也要喝，到终点时随意饮水组居然平均脱水1200毫升，严重的甚至脱水达到4000毫升，也完全没有感觉。这2方面的证据都告诉我们，渴了喝水似乎没有那么可靠。那靠什么判断呢？答案是医学目前也没有确定。你不用惊讶，因为水的摄入和消耗之间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个性化差异极大，很难展开研究。不过我们有2条可靠的线索。首先，前面提到的身体会通过少排尿来保住水分。如果你恰好去了趟卫生间，发现尿液的颜色已经是深黄色，就代表你现在已经缺水了，尿液都弄错了，回来赶紧喝水。显然这条呢也不太稳定，你要是不去卫生间就发现不了了。其次当你感到口干舌燥的时候你已经非常缺水，进入轻度脱水了，需要赶紧补水。但记住，如果这个时候喝水，需要慢慢喝到不渴了，再多喝一些。举个例子，你家小朋友从外面玩回来，嚷嚷着渴死了，喝完水之后他会说不渴了，不喝了。但你要记得，过一会儿再多提醒他几次去喝水，才能将水分
补充足。喝水不够会有什么危害呢？确实有，严重的脱水啊，会让各个器官都面临着缺血的风险。在那之前呢，医学界也有一些证据显示，用来应对缺水的，我们刚才说的血管加压素，它的轻微改变跟2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肾衰竭、心血管疾病和过早死亡的发生率之间都有显著关联。过去25年的研究还显示啊，每日水摄入量的增加可以减少肾结石的形成和结石复发的风险，延缓多囊肾患者的囊肿生长，还可以预防泌尿系统的肿瘤，比如膀胱癌等等。虽然强有力的证据有限，但喝点水就很有可能减少这些疾病。因此啊，医学家已经公认，多喝水是一种对于肾病和糖尿病安全、经济、简单的初级预防干预措施。既然不能等到渴了才喝，缺水了又会有危害，搞清楚总量喝多少就变得很重要。只要规定了一个总量，即使不渴，我们也可以想办法提醒自己喝水，比如把水放在手边，谈事的时候喝点茶，给自己定个喝水闹钟，还可以让老师统一教小朋友们一起喝。8杯水可以吗？每天8杯水的说法，最早是在2000年前后，美国《时代》杂志和一系列畅销书的作家提出来的。准确的说，他们推荐的是8×8，也就是8杯8盎司的水，总量在1900毫升，而且强调是除了你的吃饭、喝汤、水果，还需要额外喝8杯。换算成矿泉水的话，就是上午晚上各1瓶，下午还要来2瓶。但有意思的是啊，这个科普被传了20多年，写在无数的养生宝典上，居然没有更多的科学证据。那你究竟需要多少水呢？算个数你就知道了。我们体内的水啊，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处于一种高代谢的状态。为了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每1分每1秒我们都在损失水。每天尿液有1500毫升，粪便带走100毫升，呼吸带走500毫升，汗液平均为500毫升。在炎热天气或剧烈活动时啊，还要更多。平均下来，一般成年人每天会损失2500毫升左右的水。根据这个基础，美国国家医学院建议啊，成年男士每天要补充3700毫升的水，女士每天要补充到2700毫升。欧洲食品安全局则建议啊，男士每天要补充2500毫升，女士呢2000毫升。每个年龄段都有具体的量，我在文稿区给你放了一张表格，你可以做更详细的参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你需要喝到2000毫升以上的水，因为饭菜里的含水量很高，一顿饭你大约会吃进去300到400毫升的水，3顿饭就是1000毫升左右。你还会喝各种汤、茶、饮料、咖啡，还有水果，加起来也差不多有1000毫升。我们再打出点富裕来，你额外喝个1000到1500毫升，2瓶多的矿泉水也就足够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大体力的活动，8杯水对我们并不是特别需要。而且研究发现，在提出喝8杯水这个口号之后的20年里，美国人每天的喝水量确实是从原有的1600毫升上升到了现在的2100毫升，但其中饮料增加了1倍多，果汁增加了3倍多。从健康角度来看，还不如不增加。知道了总量，我们就来解决一些操作层面的问题，比如什么时候喝，每次喝多少。喝水的时间，除了早上起来建议你喝1小杯水，其余时间基本随便喝。晨起补充水分已经被多个研究证明啊，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加速排出这一晚上的代谢产物，对慢性病人、三高人群都有一定的好处。但这杯水啊，也不用量大，200毫升以内，也不要喝淡盐水、蜂蜜水，这些都起不到补水的效果，还会增加血液浓度。也不用着急，刷完牙口腔干净了再喝不迟。至于睡前要不要喝水，完全取决于你会不会起夜，会不会影响你睡眠。如果没有，睡前这杯水就可以喝。目前没有充分的研究证明睡前喝水
或者不喝水对身体健康有什么影响？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想要减肥的人，可以把喝水时间放到饭前。一些研究表明饭前喝水可以增加饱腹感，增加能量消耗，每餐的食物摄入量也会减少，当然有利于减肥了。不管你什么时候喝，喝多少，我们身体内的总水量基本是不变的，也就是喝进去多少，这一天就要排出去多少。所以我们不太会给你喝的总量设上限，但并不建议你一次性喝太多。打开一瓶水，咕咚咕咚3下2下就喝完了。缺水不严重的情况下，每小时的喝水量尽量不要超过500到800毫升。因为如果没有更多的渠道消耗水分，我们肾脏过滤的功率也就是每小时最高500到800毫升了，超过了，肾脏的工作就要超负荷了。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每间隔1到2小时就补充一次水分，每杯呢大约200毫升是比较理想的。你可以泡壶茶，冲杯咖啡，要么给自己定个闹钟，都能达到定时补水的结果。好了，关于每天喝多少水，我们就讲到这儿。你今天喝够水了吗？给你布置一个小行动给自己定个喝水闹钟，算一算你今天喝了多少水。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交流，也把这一讲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提醒他们按时喝水。下一讲我们继续讲喝水，来解决喝什么这个大问题。是冷水好还是热水好呢？那么多种水怎么选？